梅姐姐若知道她和温实初的孩子得皇上多年疼惜，九泉之下应该也会高兴吧。你这个毒妇，朕要杀了你！这里的大胖菊薨逝之前，甄嬛还要杀人诛心的名场面。此时的甄嬛与大胖菊的交谈，从一开始的敷衍走向最后的无话可说，当真是让人替大胖菊而感到可怜。从前甄嬛在一步一步同拽妃、小叶子制定了详细的屠龙计划之后，他本可以就这样一直用甜言蜜语悄无声息地了结大胖菊的，但甄嬛却要在大胖菊临了的时候使出一招杀人诛心，活活地气死了大胖菊。这究竟是为何呢？那么今日我们便来细细分析一下甄嬛的小心思。首先，甄嬛杀人诛心的方式便是让大胖菊承受完最后的苦恨离世。此前大胖菊威逼甄嬛对果子狸下手，而当果子狸离去之后，甄嬛便对大胖菊恨之入骨，连当初对大胖菊唯一一丝的情爱也消散了。因此甄嬛要大胖菊也承受一遍自己所感受的痛苦和伤心，于是她选择了在最后一刻不再同大胖菊演戏。为了老17，你恨毒了朕了吧？啊！皇上圣明。此时甄嬛的眼神那是相当的狠，她恨大胖菊杀死了自己的一生挚爱，也将此生唯一的欢愉剿灭了个干净。因此为果子狸复仇是甄嬛要对大胖菊杀人诛心的最主要原因。而随后甄嬛更是说出了静和公主的身世，打算在大胖菊这脆弱的心理上再来一击。不过皇上放心，臣妾再恨毒了你，也会好好抚育静和公主。梅姐姐若知道她和温实初的孩子得皇上多年疼惜，九泉之下应该也会高兴吧。此时的甄嬛实在是太狠了，她知晓大胖菊从小得知了自己母亲乌雅氏与隆科多的私情，便十分厌恶这些觊觎天子嫔妃的臣子，以及随时会给天子戴绿帽子的后宫嫔妃。但她没想到甄嬛就朝着她的7寸下手，先是告知了鸿雁、灵犀这一对双生子并非自己的血脉，而后又说惠嫔拼死生下的孩子竟然是为了温实初，这让大胖菊怎么能够接受？于是便是气绝身亡了。放肆！放肆！你果然对云丽有私情，你竟然谋逆，背叛朕！不妨告诉皇上，回宫后在你身边每一刻，每一次与你接触，都让我觉得无比恶心。眼下这里换了谁来，只要是听了甄嬛这一番话，谁又能不被气得丢了性命呢？而甄嬛会选择眼下这个节点对大胖菊杀人诛心的第2点原因，便是因为鸿雁越来越像袁彻，正巧这一幕被大胖菊看见了。此时的大胖菊本来正享受着天伦之乐的，谁知这身旁妇人说的一句话，彻底引起了大胖菊的怀疑。你说什么？乳母说鸿雁和袁彻像亲兄弟呢。朕瞅瞅。还真像，尤其是眼睛和下巴，还真是像。此时乳母的话以及同为果子狸血脉的两兄弟那相似的长相，对于引起大胖菊心中怀疑的分量便已经够了，因此他眼下的沉默和思量便是有了自己的打算。而当甄嬛听见这个消息时，她几乎是没有任何的犹豫，便是已经在心中知晓大胖菊起了疑心，这鸿雁是果子狸血脉的事儿，或许是要瞒不住了。于是她对玉娆吩咐道：皇上深宫为和，你以后少带袁彻入宫，以免再生事端。我知道了。
这1年多来，皇上身子一直不好，慎郡王是近亲，宫里宫外，劳他多留意着点儿。我明白。此时的甄嬛便是已经在做2手准备了，而且这对玉娆所说的话也是颇有深意，仿佛就是在说，若是大胖菊真驾崩了，有慎郡王的帮衬，自己在后宫中也方便些，甚至是有关皇位的争储。而一向通透的玉娆便瞬间明白了自家长姐的用意。另一边，甄嬛看着鸿雁与袁彻越来越像果子狸时，她便知道不能再拖下去了，屠龙计划必须马上完成。没发现鸿雁和袁彻越来越像吗？堂兄弟嘛，自然是像的。锦汐，我怕皇上已经起了疑心。娘娘的意思是，今日皇上突然发作，是因为六阿哥。我们不能不防着万一。这里的甄嬛和景熙都心知肚明，这堂兄弟像谁，总不能是遗传了康熙爷的血脉，都长得像康熙吧？唯一一种可能便是两兄弟与果子狸的面孔是越长越像。若是再等两兄弟的轮廓清晰后，只怕是瞒不住了。到那时，甄嬛只能是被迫缴械投降，因此眼下她必须要赶紧下手。而因此事，大胖菊便彻底的怀疑起了鸿雁的血脉，这便是甄嬛对大胖菊下杀手，甚至是杀人诛心的第3点原因了。毕竟云里与甄嬛之间的疑点一直萦绕在大胖菊心头许多年了，加之从甄嬛回宫起，那有关双生子的流言蜚语就没有断过。若说以前大胖菊只是怀疑云里觊觎皇嫂，从而影响了甄嬛，那么眼下大胖菊当真是怀疑鸿雁是果子狸与甄嬛的血脉，于是便是派遣夏邑再一次的滴血验亲。事关皇室血脉，你务必要慎重为真，办好这件事。皇上说曾经与六阿哥滴血验亲过。凡事无绝对，你再去细查，记得不要走漏了风声。此时的大胖菊已经派了夏邑出马，而且是绕过了甄嬛的眼线，苏妃这一关，直接就奔着鸿雁的脚底板去了。于是，在拽妃的神助攻后，甄嬛得知了夏邑和大胖菊的手段后，先是让小夏子除掉了夏邑，随后对大胖菊是杀人诛心。鸿雁，到底是不是朕的儿子？当然，天下万民都是皇上您的子民。这里的大胖菊一听甄嬛的答案，再加之传来了夏邑的死讯，他便知晓了全部的真相。鸿雁就是果子狸的血脉。回看《甄嬛传》中，甄嬛为何在了结大胖菊的途中还要杀人诛心？想必今日分析完以上3点，便可以明了了。